天赐神体，楚风见过不少，自己也是天赐神体拥有者，但宇文言日乃是楚风眼下所见过天赐神力表现得最为强大之人，他仿佛已与天赐神力融为一体。很快，那名赵竹英也走了出来，他的修为已经恢复，但却受了一些轻微伤。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那场战斗，可楚风却也能够推测出赵竹英与那妖兽打斗时吃亏了。若不是宇文言日及时出现，可能赵竹英的情况将会很危险。你是那个宇文言日吧？赵竹英问。他之前一直没有问宇文言日的名字，表现得很无所谓。但很显然，现在的宇文言日足以引起他的注意，而他也是推测出了宇文言日的身份。其实这不难推测，毕竟只要消息灵通，就会知道宇文言日乃是日炎神体的传承者。是我。宇文言日大方承认，他遮盖面容，只是觉得自己容貌恐怖，怕吓到他人，并不是惧怕透露身份。而赵竹英也没再说什么，但他的眼神却让楚风明白，他是认可了宇文言日的。至少目前来看，宇文言日的实力在他之上。甚至赵竹英还看了楚风一眼，目光同样有所变化。宇文言日的强，可能让他对当代修武者的实力都有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。不过这也正常，宇文言日的确强大。妖兽解除，楚风便跟随宇文言日以及赵竹英进入了山洞之内。山洞内的构造很坚固，这也是为何那么大的动静，山洞都未能崩塌的原因。走了一段距离之后，一切豁然开朗，浮现在眼前的可不再是山洞，而是一个岩壁世界。只不过这里除了大便没什么了，更是没什么宝物，反而是黑漆漆的。若不是楚风他们目光特殊，将会什么都看不到。因此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只高大的妖兽。妖兽身高1000米，体态似熊，但眼下已是毫无生机，跪在地上，胸口处有着一个巨大的窟窿，还有火焰在燃烧，这正是妖兽的致命伤。这必然就是宇文言日所为了。当楚风踏入之后，那妖兽的肉身崩塌，化作气焰，但气焰并未散去，而是于空中盘旋，且弧线很是特别，甚至有些美妙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才停止，最终气焰汇集到了一起，旋转间竟化作结界之力。虽还尚未形成完全体，但大体却已能看出它将要凝聚成一道结界门。楚风兄，那是出口吗？宇文言日看向楚风。经过9天之巅以及后面的事情，他对楚风十分信任，知道这种判断楚风最为可靠。是，不过是可以选择的出口。楚风说道。可以选面露不解。赵竹英虽没有说话，可从那双美眸转移到楚风脸上的目光，也能看出他也很好奇楚风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那妖兽凝聚成结界门之前的盘旋，给出了提示，这道结界门是可以关闭的。楚风话音刚刚落下，那结界门便彻底成型。只是彻底成型的结界门却有着一个开启阵法，那阵法同样可以选择关闭。被楚风说对了，这结界门是可以关闭的。赵竹英依旧没有说话，可他看楚风的眼神则是表现得更加好奇了。他很好奇楚风是怎么看穿的，因为他在此之前什么都没看出来。相比于赵竹英，宇文言日对于楚风的推测则并不惊讶，他早就见识过楚风的能力。他的体验是和楚风在一起破解这种遗迹，就是2个字：轻松。很多原本难以破解的问题都会变得简单起来。楚风兄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宇文言日问。开启可以直接通过这结界门离开这里，但必然会遗漏什么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拒绝之后能够得到什么，可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。当然，现在咱们3个人击退这妖兽是你们2个的功劳，所以咱们3个表态吧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楚风道。多此一举吧。听你的意思是要关闭结界门。宇文言日肯定与你相同选择，那我的表决还有意义吗？沉默许久的赵竹英终于开口。赵姑娘所言极是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算统一意见了。楚风嘿嘿的笑着，便走到了那结界门前。赵竹英什么都没说，其实本来他也没打算拒绝，他也是那种要选便选最好的人，哪怕这个选择会很危险。楚风来到结界门前，催动阵法，选择将结界门关闭。下一刻，那结界门四散而去，形成更为强大的结界之力，于半空盘旋。甚至这一次的结界之力散发光芒，将这原本漆黑的岩洞世界都照耀得如白昼一般明亮。这一刻，楚风、宇文言日，包括赵竹英，皆是目露期待。这个场面无论怎么看都是有好事发生。可很快，那结界之力飞落如下，竟形成结界牢笼，将他们3人封锁在了其中。见此情形，宇文言日第一反应便是破阵，于是轰的一声便一拳轰出。要知道他的修为还未恢复正常水平，眼下还是提升后的5品真神，他这一拳威力极强，火焰喷涌，仿佛可以焚灭一切。但当火焰散去，宇文言日却是眉头皱起，他那一拳所轰过的位置竟是毫发未损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在提醒他这封锁结界不是他们能够应对的。很快，结界牢笼彻底成型，阵法外围还出现了一柱正在燃烧的香，那香很大，可这个燃烧速度1日之内将会彻底焚烧殆尽，这又是一个信号，是一种倒计时。至于相近之时会发生什么，便不得而知了。就在此时，四面八方的结界墙壁同时变化，形成了一道道尖锐的突刺。先前还不知相近结束时会发生什么的3人，现在都有了猜测，恐怕相近之时无法脱困，他们3人就会变成肉泥了。楚风兄，这个就要靠你了。宇文言日看向楚风，因为对于眼前的情况，
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放心，虽然的确需要一些时间，但定能带你们出去。楚风自信满满，但赵竹英却目露狐疑。不过他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认真观察起来。他是实干派，不喜欢废话，这种情况坐以待毙，他觉得还不如靠自己。正因如此，就连目光都变得特别。他的变化被楚风察觉。赵竹英原来与他父亲一样，也是借武双修，且结界之术的水平同样不低。尽管他并未展现结界之力，但楚风猜测他应该与自己一样，也是一位神袍巅峰，只差一步便可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。并且赵竹英的观察之法很强，是很特别也很厉害的观察之法。这种水平其实相当可怕，会让浩瀚修武界大部分天才变得暗淡无光。不得不说，和宇文炎日以及赵竹英在一起，就连楚风都感受到一些压力，倒不是自卑，而是不想做一个混子，必须好好表现一下了。暗叹过后，楚风那观察的目光比之往常也变得更加认真。